早搭乘塔斯马尼亚渡轮在吉朗上岸，先去海边吹风，拍一下漂亮的木偶树，接着逛逛充满故事的羊毛博物馆，最后到威勒比大庄园看豪门8点档，接下来就一路往墨尔本前进哦。现在是早上5点半，渡轮刚好开到巴斯海峡和塔斯马尼亚北岸的交界，整个甲板上看上去是一片又深又清冷的靛蓝色，天还没全亮，海风吹过来超清醒的。虽然天上的云厚到不行，整个黑压压的，但仔细看远处的海平线，已经挤出一道亮橘色的光了。这画面真的是超疗愈的。天色越来越亮，海平线那边的变化真的是超有戏的。原本黑漆漆的海水，因为光线的折射，开始闪着像丝绸一样的银灰色水光。船旁边激起的浪花又是一片雪白，那个色彩层次真的是很漂亮，看起来就跟一幅油画没两样。早安，巴斯海峡，看着塔斯马尼亚精神号从面前驶过，点点灯火配上刚亮的天空，真的是超美。看到它也代表我们快到吉朗。当渡轮慢慢接近吉朗码头时，这是塔斯马尼亚精神号专用的码头，展现出非常开阔且贴近的视野。Heading passengers Sarah Batisk, if you're still on board, could you please contact the purser?The reception desk on deck 7, thank you. 渡轮上的电视正在播放着2026年 Happy New Year， 洋溢着欢乐的气氛。2026年的第一道曙光，金黄色的太阳光一整个洒在塔斯马尼亚精神号，它那超级巨大的鲜红色船身直接被太阳镀上一层闪闪发亮的光芒，超漂亮的。元旦这一天真的是很有全新开始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路去吉朗逛逛。坎宁安码头历史超悠久，以前早期是为了工业和开船货运盖的，现在地上还能看到当年的铁轨，就是那时候火车直接开进码头装卸货留下的古迹。现在这里已经变身成超棒的度假休闲中心了，也是当地人超爱去散步的地方。看出去的海湾景色视野超赞超壮观的，而且也是个超级热门的钓鱼秘密基地。这些超可爱的彩绘吉朗木偶柱是吉朗最具人气的地标，它们可不只是装饰品，根本就是整座城市的露天历史课本。好玩的是，这些木偶全都是用旧吉朗码头拆下来的废弃木桩雕刻出来的，直接给予这些烂木头第二次生命。沿着海滨步道走，一路上共有100多个彩绘木偶，分散在40多个不同的角落。而且每一个木偶都有自己的故事哦，他们对应的都是吉朗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或社会的缩影，不管是历史名人还是普通的打工仔，全都被活灵活现的画在上面了。东部海滩保护区是吉朗最著名的滨海地标，也是维多利亚州最具代表性的装饰艺术风格海滨建筑群。这座公园介于1920年到1930年代，以其优雅的设计与丰富的休闲设施闻名，是当地家庭野餐与水上活动的首选地点。保护区内拥有广阔的草坪、公共烧烤炉及遮阳野餐桌。看来昨晚跨年夜应该有开放露营，好多家庭带着小孩来参加露营活动。
吉朗以前可是超狂的世界羊毛中心，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澳洲西部牧场的顶级羊毛全都会用火车或马车送到吉朗港口，再去欧洲。因为羊毛量实在太大了，港口附近盖了好多栋超大型的仓库。现在的国家羊毛博物馆就是由当年其中一座侵蚀旧仓库改建来的。这间国家羊毛博物馆真的很厉害，它是全澳洲唯一完整展示羊毛工业历史的地方。里面的镇馆之宝是一台1910年制造的地毯织布机。这台古董机器厉害的地方在于配备特殊的打孔技术，像早期的电脑一样，能够精准地织出超级复杂细致的图案。用独特的织法做出来的地毯质感超好，摸起来就像手工打造的一样高级。使用特殊的羊毛纱垫，让它在织地毯时能随时的换颜色。听说平时都有专业的织工定期的现场操作，可惜我们这次刚好没有遇到，不然就能亲眼看到毛毡和地毯是怎么织出来的，一定超震撼。馆内还有一个得过奖的常设展，叫做《大地我们的故事》。这个展览超有趣的，它不用硬邦邦的方式，而是用人、土地、羊的亲密关系，聊聊澳洲羊毛的进化史。现场可以看到好多19世纪留下来的宝物，有2个有趣的亮点：澳洲50元纸币上的发明王，主角为大卫·乌奈庞，一生拥有19项专利。他改良了剪羊毛机的手把，直接奠定了现代机械剪羊毛的基础。还有史上最狂的天价羊毛，现场展出了一捆卖了将近120万澳币，约台币数千万的标本。它们来自于290只美丽如羊，天天穿着防护衣，受全天候的特殊照顾，才能产出历史上第一捆细度低于14微米的极品羊毛。透过互动的装置，展示羊毛加工技术的创新，让游客了解羊毛如何从农场的原毛转化成现代时尚的纤维。家人在博物馆买的这条美丽落围巾真的很好看，质感很高雅。它用的是顶级的美丽如羊毛，由在地的纺织厂或设计师手工打造，连配色都是直接取材于当地的风景。这样一条结合在地的历史与环保，像可以穿戴的纪念品一样的围巾，居然只要澳币85元，约台币1800元。不仅保暖，还多了一份故事，真的是超级划算。威勒比庄园，这座位于墨尔本与吉朗之间的超大豪宅，是维多利亚州的历史地标。1870年代，来自苏格兰的奇恩赛德兄弟靠羊毛贸易发大财，一口气盖了这栋拥有60间房间的顶级豪宅来彰显地位。听说哥哥 Thomas 为了心上人 Mary 苦心打造这座庄园，结果大宅盖好后， Mary 既然嫁给了弟弟，成了庄园最著名的浪漫遗憾。这座大宅外观是用玄武岩和砂岩盖的，走的是当时最流行高大上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一踏进大宅，迎接访客的是铺设精致几何图案的进口大理石地面及悬空式的木质大楼梯。1楼主要是接待贵宾与社交场所，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比较有特色的几个房间。这里就是主人专门用来炫富，只有请贵宾的时候才会启用。正中央是巨大的桃花心木长餐桌，抬头就能看到欧洲师傅纯手工画的华丽天花板以及重磅的水晶吊灯。吃完饭后，绅士们会躲进来关上门，一边抽着雪茄喝威士忌，一边聊政治和生意。因为是纯男性的空间，装潢非常的阳刚沉稳。除了中央那台超大的古董撞球桌，墙上挂的都是赛马、狩猎画作和动物标本，完全是19世纪的绅士俱乐部。
2楼主要是私人起居的空间。蓝色卧室自有个小故事，修复团队靠着1890年的财产清单，以及1896年一个小女孩做客时的图文信，完美的还原了房间当年的模样，并将散落各处由昂贵的雀眼枫木制成的13件原装卧室家具古董归队。墙上的壁纸是比对育儿式的碎屑重新制作的，地毯也是找英国100年老牌专门修复的，真的是很不容易。这里超棒，是整个大宅里唯一可以动手乱摸的互动区，当天现场直接就有小朋友在里面开玩了。设计这间房间就是为了让大家穿越回到1800年代，直接用身体感受当年的小孩都怎么过生活。里面的古董玩具道具全部都可以直接拿起来玩。整体而言，我还蛮推荐来看这一个花园。维多利亚政府自从收购庄园之后，就很用心的在恢复原貌，里面的装潢到现在都保持得超级完整，就像直接穿越回19世纪的上流社会，让你感受一下当年的有钱人到底可以过得多奢华。接下来请继续跟我们回墨尔本旅行。